大家好，今天是12月3号。昨天晚上的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已经是公布了。那就像我昨天视频跟大家谈到的，有可能非农会出利好。那我今天视频再来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还是看涨这个比特币？日线级别里面它是有一个小型的趋势指标，我们要怎么来判断？包括这个位置为什么震荡？日线的布林线指标它上轨是压力。那至于狗狗币，前几天再跟大家讲，高点你不要再去追，其实也是因为布林线上轨，你尽量在观察有没有压回中轨的位置哦。那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不然短期周末你就不要操作，因为前面低点有买的筹码，狗狗币这个位置有买，或者是比特币在15000左右有做多的筹码，我一直是选择在报。短线你如果要再做的话，有时间你找压回的低点。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用20%，或者新的邮箱注册 OK 跟 Bybit 可以不用认证啊。那么先来看一下，就狗狗币，昨天也是讲到，你如果还要买的话，其实这一个位置没敢跟大家讲，你站在买方，或者是昨天跟大家讲，你如果真的要再买的话，压回来看有没有踩这一个轨道突破的话，它有可能上面的这整个区间会有压力啊。之前跟大家再交代了一个压力位，就是这一个0.11，它有可能短期会在这个位置先震荡一个段时间，是不是要上去下来？反正你不要在接近高位的时候去追，为什么？因为它布林线上轨，现在是可以啊，就是整个轨道中轨是向上的结构，而且上轨下轨都在开口的情况下，但是它有时候价格，比如说像这种过出轨的时候你不要去追。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一般正常的价格，它在轨道以外，比如上轨的外面或者是下轨的外面，波动的时间只有20%，即大部分80%的时间，它都是在上轨跟下轨的轨道里面来波动。所以有时候，如果行情包括整个大盘不是非常特别强势的情况下，我们尽量观察它出轨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反而是短线可以做高抛压回来在 DC 的一些短线的可以降成本的一些位置啊。所以看你的一个能力，或者是我个人有时候也是很少在这边短线，尽量在观察，就是你如果要买的话，就是压回的低点再买。那另外，其实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整个周线啊，周线也是因为这一个上轨的位置，短期就是有压力啊，它有可能在这个位置会震荡一段时间。那既然上轨的话，你可以看一下，基本上大部分时间，甚至连周线，它80%的时间，你看一下这个在熊市的时候，很少去跌破这个布林的下轨，跌破的位置有可能只会占20%的时间。所以有时候你要做短线的买点，你也可以找周线的下轨去买，或者要做空的点位，你可以找周线布林线的上轨。有时候上轨也不一定就是说它真的一出上轨就跌，但是它有时候会给你嘎空嘎死掉，特别是有利好的时候。所以我的观点是，现在的狗狗币1年前的成本，它目前还在这个区间，就周线里面这个位置有可能会震荡。当时马斯克收购推特以后，周线里面这一个0.14到0.18的整个区间，就这个区间是很重要的一片压力区，有可能会震荡一段时间。现在还有一点就是它的均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目前均线是多方排列的结构啊。一般正常的上涨，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位置起来的时候，5MA 是站在10MA 头上，10MA 是站在20MA 头上。那现在的趋势也是一样啊，5MA、10MA、20MA 都是站在这一个，反正就是短期是一个多方排列的结构，压回来你一定要站在买方，它不一定会跌下去啊，真的是再回到这个矩形吗？或者是再破到什么之前的半年整理区嘛？这是底部建仓，或者是它可能洗盘的整个区间，不一定会再回到这个位置。当然，也要防一点，如果是真的，就像之前跟大家讲的，或者是还在这个矩形里面波动，有可能都不一定会突破这个矩形。但是趋势在的情况下，特别是比特币一直在看涨的情况下，狗狗币其实也还可以啊。目前的话，只是短线是在整理，你如果要操作的话，就尽量找低点去买。那另外我们看一下比特币，其实我们先看一下这一个非农就业数据，昨天晚上公布的，就像我跟大家讲的，它有可能会出利好，我们尽量还是看那个 CPI， 它体现在整个美国经济体的一些企业 CPI 只要在拐弯的情况下，那一些企业要生产要制造，他们采购的一个物资原物料价格就会下降，下降的情况下
企业可能就会盈利，盈利的情况下，那有可能它就会继续扩张，继续有岗位的需求，那就有可能就会继续招人啊。所以昨天的视频已经跟大家讲了，有可能非农就业数据它会出利好，但是比特币的价格它有没有可能继续马上大涨？现在问题是这样子啊，也是因为这一个布林线，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目前的上轨短期是有一点压力。现在短线上讲了几天，是跟朋友们讲，这边有一个正 N 型，而且它整个趋势已经是有一个短线的趋势。你如果还要看空，那我也不反对。很多人可能是在讲其实长线的很多均线都是在空头排列的结构。现在你如果是要做短线的话，那你如果是在看长线，我也接受。你看长线的话，确实目前整个趋势还是一个空方下降的趋势，但是整个长线空间已经是跌的69000跟2万或者1万。我天天在讲，我个人很重要的，有时候只是看空间。新闻的一些东西有时候再聊的话，我可能会错，但是大部分我多数时候都是看空间，只要空间我感觉适合接受，我个人接受的话，我有可能会下去，还是慢慢再买。因为之前的话69000一路下来到2万才开始敢跟大家讲，你去抄底，基本上这一路风险全部逃过去了。短线里面有时候会做一些短线，就是短多，但是基本上整个思路都是在看空。那现在已经是半年或者是快1年了，我的感觉是比特币有可能这个位置短线它整个趋势目前是慢慢在形成。你可以看一下5MA、10MA、20MA 是在正向排列，就是多方排列的情况下，它5天的成本已经是占上了10天的成本，10天的成本也占上了20天的成本。这个说明什么？就是说这个位置20天买入的成本，它会保护短线5天买入的成本。如果是真的下去，昨天有讲到一个观点，既然趋势短线是向上的情况下，它有可能再压到这个20天的成本吗？不一定哦，因为压下来的话，我相信那一些没敢在15000买比特币的那些人，肯定会想在这个位置我之前没买了，是不是怕万一真的上去了要踏空？那主力会压回来嘛？所以没买的朋友会有这种心态。但是上去的话，我也想讲一个观点，就是之前我自己的仓位，比如说或者是一些朋友买的仓位，在2万买或者19000买的、18000买的，上去的话有可能也会有这种想法。短期如果马上上去，这些筹码也会想着我是不是被套了？我现在要不要卖掉？我跟大家讲，不要卖哦。当然，我的经验不一定是对的哦。反正短线上我们尽量就观察，有可能它短线的整个趋势就是慢慢在震荡，然后进一步看是不是要继续调整。然后目前的整个形态，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其实昨天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一根上涨是表态的情况下，它会再压回到这个20MA啊。昨天连5MA 都不想跌破啊，它直接是再回踩了这一个5天的成本，5天的成本大约就在这个区间啊。现在是有下影线啊，所以目前的整理的趋势还算是比较强势啊，它是一直守在这一根 K 线的一半上方，不排除有可能整个趋势目前短线是有一个上升的趋势。我的观点就是这样子啊，压回来，你看一下还有没有一根上去啊？当然，下一步如果真的过了18000，那整个中线的成本有可能就是在说明我这个位置下去只是一个空方的陷阱。如果能回到18000，那这个陷阱成立，挖坑它有可能会做一个破底方，把这一个底部破下去，然后再翻到这个平台上方。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